我是小安，这是我自己创业的手工小铺，然后我是这里的老板，然后这里都是我手做的这样子。大概是高中毕业就出来做手工艺了，因为那时候觉得没有喜欢的大学，所以就决定先从手工艺开始。第一次摆摊是清明连假，那时候就是我姐姐陪我去的，因为我还没有出过社会，被保护得太好，然后她就陪我去。第一天一整天，她真的都是陪着我，然后第二天我就跟她说：“你不用来了，我自己去啊，你就是中间来看我就可以了。”然后第二天才算是我真的独立的开始，但是蛮快就习惯了，不至于太害怕。你第一个客人上门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心情会很紧张吗？会耶，蛮紧张的。而且说真的，我现在看到我那时候的作品，也真的对不起那些客人，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我算是会了，我就出来了，对，所以好像没有再精湛一点，所以那时候买的客人其实蛮对不起。好，然后你摆摊至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先分享不好的好了，因为我看起来可能比较弱，就是给陌生人的感觉，所以有些人会特想欺负我。比如说我之前有在摆摊的时候遇到一个阿伯，其实我有观察过，他就是每次他都会来那个摆摊的地方绕道，其实他也不是怪怪的。但是他特别走到我这摊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咆哮之类的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他可能是个怪人。可是他去我隔壁摊，他就是正常的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所以他其实是想要欺负比他弱势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次就是那个小朋友很小，所以他看到我的作品他就吃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可能需要你们买下来。就那个家长说吃一口就要买下来哦，然后我跟他说对啊，因为也不能卖啦，因为有口水了这样子，我就会觉得这些人不太 OK。后来家长有买下来吗？对，真是太好了。好的，印象深刻，好的。其实好的蛮多的，例如有的客人他其实很明显他就是要做爱心。我其实觉得没有关系，我觉得这个客人他的 sense 有够好的，他就是走到我的面前，他说你喜欢你哪一个作品？我其实那个时候是随便介绍一个，然后他就说好，这个多少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然后后来他就给我钱，他跟我说那个作品送给我，我觉得这个是蛮有 sense 的，对。那甚至有的人可能他也不太会表达，所以他直接给你钱。小一点的时候我会在意，但后来长大了，钱真的太难赚了，我就接受了。对，还是向社会屈服。这些客人都是好的，长大的时候才会知道，但小时候会自尊心比较强，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之类的。可是现在不会了，尽量。不管是因为同情心也好，还是他真心喜欢你的作品还好，就是只要有买你的作品，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鼓励。这样。对，因为我相信还是很多人会是喜欢我的作品的，就是觉得可爱这样子。确实。对，其实我不太会去招呼客人，我顶多跟他说你好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对，我知道。就是一个佛系经营的，除非说你有问题，可能是因为如果我今天是客人，我也不想要店员太热情，我会害怕。那所以我自己在顾的时候，就你就自己看，然后有问题再跟我说，这样。在做生意的时候，有遇到哪一些挑战吗？有其实蛮多的。我每次摆市集的时候，我是要先去看那个场地，然后再看周遭，然后再看路线，这些都觉得自己可以克服，才能报名。报名能不能上那是其次，但是你要先去克服这些。我会等入选了，我才会跟人家说我的身份，因为我觉得身障不需要特别去跟他说，除非入选了再来说，因为他
还不认识我的时候，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作品跟我的文字，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。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？我没有什么励志的话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尽量去做，不要后悔这样子，但是也可以后悔啊，人生嘛。